科技部长官们，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好。那非常感谢大家做到最后一刻。那我们是最后一个团队，那我是船长，我是台湾航空系吴嘉文。那我们这个船员有3位，那我们每次都全员到齐，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录出席率，如果有的话，我们2次都是全员到齐这样子。那因为这是第1次办成果发表会，那我们刚好这半年还有不错的成果，所以赶快报名，因为我们不晓得后面会不会有这么好的成果这样子。那第1场院士有提到那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FWC 啊，就是 Field Weight 的 Citation Impact， 所以我赶快也查了一下我们团队成员的 FWCI， 那给各位一个 reference 哦，台湾大概是 1.04。台大平均是1.4，台大、清华都是1.4，那我们团队成员大概都高于这个台湾的平均值非常多，而且我们那个越年轻的越厉害，他是5.5这样子，还是 highly cited 的这个 researcher， 连续2年这样子。好，那因为我们团队成员都有来，所以我也听了院士的话，我们要把 credit 做给成员，所以等一下他们的子计划部分，我也麻烦他们自己上来报告这样子。那我先简短的整理我们团队的成果，因为科技部有给我们一个 format， 一定要照这个 format 先演讲，然后我也会简单讲一下我自己的子计划1的部分，那其他部分就会请团队成员来介绍。那这是上一次这个在台南的时候，刚好有这个叫什么舵，所以我们有假装一下在航海这样子。那我们这个计划可能刚刚离上一次可能各位也忘记我们到底在做什么。那我们其实主要是在做一个新颖的材料，那这个材料叫做金属有机骨架。那顾名思义就是需要有一个金属，然后呢需要一个有机的官能基，它组合利用一些化学的键结，组合这样的一个骨架，这样的一个新的材料。那其实我个人本来去年蛮看好它会得诺贝尔奖，好险没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希望可以。那因为这个材料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因为它可以让很多做金属的人能够进来这个领域，所以有很多做无机的化学的人可以进来。那因为它同时也用到一些有机的官能基，所以有机的人也可以进到这个领域来。那组合出来这样的骨架呢，又有各式各样的结构，所以材料的人也可以进来到这个领域。所以为什么这个材料新颖材料现在这么被受到关注的原因是这样子哦。那后面我就简称这个材料叫做 MOF， 这样一个新的材料。好，那以上是简单我们材料的介绍。然后我们先follow 这个科技部给的 format， 我们要先讲亮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研究进程突破。那我们这半年来呢，我们有一些共同合作。那我们也发表了，如果用 impact factor 10来定义的话，我们发表了3篇，里面有2篇是高于10个点数。更特别的是，我们都会去争取这个期刊的封面，然后有些是被邀请，那我们就会想办法把promote 台湾宣传台湾，所以像这个是我跟阙老师的这个新的 postcard， 那我们就把阿里山这个云海画到这个封面上，那这个是这个台东的3仙台，我们就尽量借由这个机会，因为现在练 paper 的人可能也越来越少了，但是有漂亮的封面总是会吸引一些注意力这样子。好，那第2个是要讲这个标杆研究能量提升，那就是得了一些奖项。刚好8月我刚好也领了一个奖，然后10月领了这个李长龙基金会的奖。然后我们很开心的是，我们团队的成员，就是年轻成员拿到这个科技部的5大有奖，还有最年轻的成员他是连续2年的高度被引用学者奖，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有在做传承交接的动作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是开疆辟土连接国际，所以去年我们也办了一些国际研讨会，所以这是去年我办的MOF 台湾，这是第1个在台湾举行 MOF 的这样一个研讨会。然后我们团队另外一个成员郭老师他也举办了两岸高分子的学术研讨会，那这是去年。那今年我们也预计要举办一个在台湾6月在台湾的一个研讨会，叫做台北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talysis。那这个会议呢会在台大举行，那这个同时也邀请了某中研院士，也帮他举行这个退休的仪式，所以这个会议也是由我主办。那我们也争取到2个 special issue， 那都是由我们团队成员会担任这个guest editor 的角色。
那接下来就是除了 paper 以外，因为我在化工系，那工程的部分大家就会比较想说有没有实际的应用。那刚好上个月也开了一个记者会，那这是未来应用的部分。那我们是应用这些 MOF 呢，它其实是一个孔洞的材料。那其实跟第一个做碳材料有点像，其实我们就是把它碳化以后变成一个奈米的孔洞碳材，那利用在这个高效能的电容去离子的技术。那个技术其实也跟环工的老师合作了长的时间所以目前这个技术也已经商业化，所以我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然后也被一些媒体报道。不过这个媒体讲的有点夸张连工业废水都能喝这样子，害我就被网络上一直被骂说你喝给我看这样子。我们这是我们的仪器这个是不过要经过很多程序这它太简略了。好，然后应该是我要讲第一部分我的研究。那我的研究呢，主要是利用 MOF 来当做一个触媒的反应，然后用在所谓的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做循环经济所以把废弃物变成高价值的化合物。那我主要做的就是在做木质纤维素，可能太远了。好，那我的这个要转换的东西，其实就是一般的这些农业的废弃物。那各位知道过去农业废弃物的处理呢，大概就是各位有时候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话，会看到农夫其实就是把它放火是烧掉，那其实产生了很多污染。所以新的处理方式就是看能不能经过一些催化的程序，把这些其实各位知道石油就是来自于几千万年前的木质纤维素嘛。那这是高温高压下，那有没有办法在比较快速的方法下，经过一些触媒反应，让它转成这些高效的这些高价值的化合物？那这个中间呢，就需要有很多的这个触媒来做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我的研究主要就是在这个方向。那我这边可能就提一个例子那在做这个之前，因为要在地，所以我们有听从这个院士的指示。我们先调查有这么多种的农业废弃物，我们先调查，这是农委会的资料。台湾最多的农业废弃物其实是竹子每年大概有200万吨的废弃物。可是我做竹子，第一个很难做，第二个做了被骂，因为他说你花了这么多功夫做出来的东西，不如我把它做成笛子可以卖钱，或者是杆子可以晒衣服。所以我们选的第二多的是这个稻草。就是种稻完以后的这些稻草的废弃物，它每年也大概有1.5万吨的这个废弃物的量。那这个稻草呢，它其实的成分呢，主要就是含有这个纤维素、半纤维素跟木质素这3个成分。那其实这3个成分，首先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分开来。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过去实验室其实一直在做这个部分，就是把它们先分离。那我们这个分离的技术，其实后来也都有转移。把这个技术都寄转到东南亚去，所以也被当地的新闻有一些报道。那我今天就先以这个纤维素来当做一个例子那如果你可以从这个农业废弃物稻杆呢，先经过一些分离的程序，取出纤维素之后，再经过水解就可以得到葡萄糖，再经过异构化得到果糖，再经过脱水，经过这个得到这个所谓的康泉，不好意思，这是比较化学的东西。那再经过氧化呢，就可以得到这个一个我们叫做一个酸，一个这个康泉酸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各位记这个 FDCA 就好了。那这个有什么用呢？最后我们要转这个有什么用呢？可能各位光看这个觉得它没什么用，不过下一张，各位可能桌上都有保特瓶嘛？各位知道保特瓶怎么来的吗？保特瓶其实就是对苯二甲酸跟 EG 经过这个聚合产生的。那对苯二甲酸跟 EG 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从石化产业来的。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好嘛，因为这个气候变迁这个温室效应。所以现在的一个新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使用，这是地底下的碳嘛，所以不好，你把地底下的碳拿到地底上来烧，所以当然会造成这个温室效应。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地表上的碳，像这些木质纤维素本来就生存在地表上，经过一些转换以后呢，取出它的得到这些高单价的化合物，它们的化学式其实非常的像，这边是一个苯环，这边是一个康泉环，但是其实都带有2个酸，所以一样进行聚合，
它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化合物，这个叫做 PEF。那这个目前其实可口可乐公司也委托台湾是远东新世纪公司在进行这个投资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经过前面这么多繁琐的步骤，最后取出这样的一个化学品出来的原因。那我的实验室主要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使用 MOF 当做一个触媒。那我只有这一页的数据哦。那其实我们就是利用这个一开始利用这个化学间接的方式呢，组装出我们所要的这个 MOF 的材料，那再经过碳化或者是氧化，得到这样的一个氧化触媒，然后就能够高效的来把这个 HNF 转成 FDCA。那我们的目前转效率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几乎100%，所以你不需要经过纯化。在化工业里面，其实纯化是一个相当麻烦的步骤，所以如果你的产率够高的话，其实就可以不用纯化。那这个就是要归咎于我们这个 MOF 它担任这个非常高选择性又高效率的触媒。那因为很多 detail 的部分我就跳过去。那还有一个图是要秀给各位，我们可以，因为这是一个固体催化剂，那这个反应是在异相，所以反应过后你可以很简单的分离，这个过滤或者是离心就可以分离，所以我们可以回收再使用，所以一直到10次左右都能够一直保持良好的效能。那这个部分目前这个技术也是寄转给这个远东新世纪。那另外也有这一家公司呢，对我们这个一系列的产品都有兴趣哦，所以我们从不管是木质素、纤维素或半纤维素，我们都有产很多的高单价的化学品给他们。那未来我这个部分我想做的就是还是持续专注在这个保特瓶的这个回收处理上面。那我们希望能够经由一些转换的步骤呢，把这个废的这个保特瓶 PET 呢，能够经过一个纯洁的步骤，产生这个叫做 BHET， 它其实就是一个单体，所以它能够再回到它的这个原料的制成上面。那这个中间呢，就需要一些好的触媒。那我们也是实验室一直着重在这一部分的开发。那以上是我的部分。那接下来我就让团队第2个成员来讲，胡少伟老师来讲他的部分。好，各位先进大家好，那我是此计划2，那我是中山大学，那现在也是兼任这个就是学门召集人哈。那因为2020对我们这个高分子学门其实蛮重要的哈。是往下一页是，对 ，OK 啊，今年刚好是我们高分子学门100年哦，因为在1920年的时候，这个德国的这个史套丁格哦，他发现了这个高分子啊，但是那时候他发现这个时候，他的同事哦，包括一些诺贝尔化学奖哦，都告诉他说要放弃这个哦，因为根本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啊，但是他是一个先驱啊，就跟沙克尔顿有点像，他就一直被饱受攻击啊，但是最后呢，还是证明这个事情是有的，就是说我们的一条分子呢，分子量可能可以到达数十万。但这个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呢，就是说，人类其实不知道什么是高分子，但是呢，在1844年的时候，这个顾伊尔哦，他其实我们都在使用轮胎了，但是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些高分子基本上就是一些 surfactant 哦，并不是一些分子量很大的东西。那蛮特别的，就是在1905年的时候呢，因为以前蛋白质啊、纤维素啊，就刚才吴老师讲了，这些其实都是天然的哦，就是天然界，不是靠人工合成的。到1905年哦，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这种电木哦，是人工第一个合成出来的，我们叫做酚醛树脂。好，那这个酚醛树脂现在的使用也非常非常的多哦。台湾第一个石化产业这个长春集团哦，它第一个在1949年的时候就是做酚醛树脂起家的哦。那这个酚醛树脂在合成的时候，基本上它是一个有三个官能基的东西 ，OK， 然后它去堆叠形成这个网状结构哈。但是这个堆叠的时候呢，并不是排列的非常好，它虽然可以形成网状，但是排的不是很好，所以就被类似我们现在常用这种 AB 胶热固型的材料哦。那到2005年的时候，
这个第一个做出来的这个就是这个 Omayagi 这个教授，他也是诺贝尔奖呼声很高，跟刚才这个做 morph 很像哦，他就是利用一个很硬的单体，然后把它排列出来哦，形成一个非常规则的一个六角的结构啊，所以它堆叠出来的这个结构呢就非常的规则，所以它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孔洞结构，它的比表面积可以到达很多，然后就可以做很多的应用。这个真的不太会用。好，那合成这个方法非常的多，有机化学反应很多。那我们实验室就是主要用这个亚胺法的这个方法来做，可以反映出很多的东西。好，那在2018年呢，我们是台湾第一个合成出这个所谓的 COF 的这个材料的研究室。那在过去1年，我们实验室就是利用这个方法哦，合成出非常多样的东西哦，就是有 COF1啊、COF2、COF3、COF4等等，好，那也做了一些发表这样子，好，那也做了一些结构。好，那这是我们去年我这个团队的一些发表，我们主要发表的这个6篇的期刊。好，那因为这是一个团队哦，所以我也跟另外3个这个团队的成员哦，我们共同发表，就是希望未来可以做。那第一篇是跟这个吴老师哦，我们现在这一篇已经 submit 到这个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然后第二个是跟这个阙教授，我们把这个 COF 的这个材料用在这个太阳能电池上面。好，那第3个是跟叶老师我们合作，我们这个最近也准备投稿。好，那感谢大家。那我这个子计划呢，主要就是要跟前面2位老师，我们也是2个双船长，那个吴老师跟郭老师，利用他们的 MOF 跟 COF 来发展这个下世代的离子二极体的一个装置。这在奈米流体是一个蛮重要，就是它可以模拟这个生物离子通道里面的一些传输的一些行为，我们希望能够做，然后拿它做一些进步的应用。那首先呢，还是很感谢这个萨克尔顿计划的支持哦。忽然觉得人变聪明了，投稿也会变顺利，这样。就是8月之后你投稿真的都很顺，因为基本上你怎么投出去，基本上都是 minor review 回来，你投稿都在1个月内就可以被接受。就是我们最近就是投稿我们有去推翻了过去一些理论，被在奈米科技一个不错的期刊上发表。然后我们也发展了一个全世界第一个使用这个非液态的这种烟插发电的装置，还有一些发展。那首先呢，就是感谢我们团队有2个成员，我们基本上就主要跟他合作。我们主要我们的启发点大概是这个样，就是说我们大概从网络上可能大家有看过一些影片，好像我在 FB 上看，就是有一个电鳗跟鳄鱼2个在 PK， 结果大家都觉得鳄鱼可能一口就把电鳗咬死，就后来发现鳄鱼就被击退就挂掉了。因为电鳗呢，大家可以知道，它基本生物界其实很特别吼，但电鳗它可以瞬间放出800V 以上的电。那其实做过研究发现呢，从电鳗里面，他们发现他们这个发电细胞上，它有2个很特别的功用，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常高离子选择性。那第2个呢，就是说它可以在瞬间呢，能够让它整个离子从单一方向快速的传输，所以在2边造成一个很大的电位差。OK， 所以它一般的这种离子二极体，就这种偏离欧姆行为离子二极体的行为，它可以让系统电流大幅的放大。那我们基本上整个团队就是基本上团队主要的主轴就在发展一些有次序的孔道的材料，尤其是薄膜的材料，而且它本身的孔洞呢是小于1个奈米或者1以下。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启发点呢，我们希望能够像这边是跟郭教授合作，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个 COF 的薄膜，然后它的孔洞呢能够仿照类似这种电鳗的发电细胞，它能够小于1个奈米左右的一个尺度。那 detail 我们这种不讲，因为我正在进入录，也是我们有些会重复。反正我们基本上我们做出这样的薄膜，一个抑制的薄膜。那做完之后呢，我们基本上，我们后来就会去验证，就是说这样子的抑制的结构，
确实它会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离子二极的装置。我们去进行了实验，然后我们也进行了理论的模拟，然后基本上发现，我们这个当初的这个设计的想法是对的。OK， 然后因为它基本上，因为它有个二极体的效应之后呢，它就可以仿照这种生物细胞薄膜这种生物体通道的功能，它让系统电流可以大幅的放大。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仿照像电鳗一样，它能够高度的去发电。不好意思，然后我们就把它去做延差的发电，就类似电鳗一样，它可以让细胞的内外这种电解质的离子浓度差发出高度的电。然后我们去做完之后，跟我们当初想，我们当初没想说发电量会这么高。就是我们做完这样的这个结构，因为它的本身这个COF的薄膜，它的选择性孔道，我们借由一些测试，大概1.1奈米左右，就我们发的电量呢，大概就快到20瓦 per meter square。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刚刚院士有讲，我们要做 state of the art， 因为现在目前世界纪录大概就是这里，在 Science Advance 期刊发表，它是5.1瓦，我们是它的4倍。OK， 所以我们这个做完之后，其实结果很兴奋。还有一些 detail 我们就不说，基本上我们发现就是说，具有这种高度离子选择性，而且具有离子二极体功用的这种抑制薄膜，确实在这可以仿照类似电鳗一样发出一个很高的电量。然后呢，我们后来也想说，也是更进一步想说，那有没有办法，我们把这个孔道呢能够做得更小？然后刚好这跟吴教授他的本质就是要做一些类似这样的，我们希望把那个膜的孔径做得更小，我们想说可不可以发更好的电量，做了 sub-nano scale， 所以我们设计了出一套的方法，然后也确实做出一个非常大面积而且非常连续的一个薄膜。那这个薄膜的孔径大概是0.6奈米左右，然后这个结果一样，我们基本上呢，我们也拿去进行了整个延差的发电的结果，然后我们发现以前的人其实用类似的这种结构，他们的选择性的孔径大概都大于5个奈米以上，然后目前呢，他们最高的发电量大概就是这样4。OK， 那其实我们现在使用这样子小于1奈米以下的薄膜，我们做出来已经达到都非常的高。这个发电量就是基本上是直接混合海水跟淡水的情况之下，能够放出一个这么高的一个电量。OK， 那这是大概他们一些引用的一些，大概他们也都在一个我们科学上 Nature 啊 JACS 一些顶级期刊，其实我们做的结果也都非常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可能换最后一个团队成员。各位长官、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大学化工系的阙居正助理教授。我本身是80后。我们这个团队有一个特色哦，我和那个郭老师、叶老师跟我，基本上我们都是台湾培养出来的土博士，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台湾在那个最疯狂的、最富饶的年代，我觉得培养出来的这批 postdoc 这批学生其实还是蛮厉害。那我本身其实有拿到国外的教职，但是我后来选择回来台湾，那也很努力想要做一些事情。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我叫 CCC， 缩写比较好记。那我本身是做有机半导体的，其实基本上这个领域现在在全亚洲非常疯狂，整个韩国、日本、大陆基本上在搭免这个领域。那我个人在台湾念书的时期大概是2005到2010年，其实基本上我们在那个时代在亚洲是领先的。但不到10年的光景，我们现在变成追着别人屁股后面跑，所以我也是带着很强烈的使命在做，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感受到我的热情。好，那基本上我会加入这个团队，主要就是因为我刚回来的时候为了求生存，那其实我在这个领域也混了蛮久，我在美国做了6年的 postdoc， 所以我才可以有幸回到台大。那我回到台大之后，想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领域做比较前端的研究，那实际上我也看到了孔洞材料。因为大家说，如果20世纪就材料而言，我们是一个高分子的材料的世纪的话，塑料的世纪，那基本上21世纪可能是孔洞材料的世纪。因为你现在用的很多东西，包含刚刚吴老师跟所谓的那个郭老师都提到，孔洞材料应该是21世纪最重要的材料。所以我大概就回来之后，就跟郭老师跟吴老师说，我们有没有材料啊？我可以在我的领域半导体领域里面可以用一用。所以我们大概发了这2个成果，结果都还不错。那所以我们就继续努力去做。我觉得我还蛮骄傲，我在台湾的 local 的团队，我没有跟任何人的合作做出这个研究。因为我大概过去这2-3个月吧，我收到了一些 Science 子刊跟 Nature 子刊的 review， 都是背上我这个研究。我从来也没有投过 Science， 也没投过 Nature， 但我居然可以审稿，就代表我们这边 paper 还是有人看见的。
好，那我基本上从去年8月1号签了麦森7之后啊，我几乎所有的结果几乎就是跟萨克连在一起。那我说过，我其实自己本身是在做半导体元件，所以在座如果有人对高分子有兴趣的话，我非常欢迎你们联系我或者是郭教授，因为其实高分子现在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小的领域，而且实际上我们也面对到化学师、自然师、化学界里面的人的 compete， 但我们希望走出一条不同的路。那我的研究基本上是面向应用，但是属于很 research 的研究，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要为了我等一下会讲，我做太阳能电池为了这个社会大众，但实际上我们走的比较前面，所以实际上距离实际的应用还比较少一点。那我基本上是做太阳能电池，那这个研究其实就是我们最近有另外一个研究发的还不错，我们在不同的电池里面去做一些改良。那我特别想要 highlight 的是这个是我们最近跟一个北科大老师的研究，我们是在做一个所谓的神经元的所谓的 transistor， 这个在我们这个领域非常新，因为我本身是念化工，那大家都知道，其实目前 bio 跟 AI 还有所谓具有所谓的 intelligence self learning 的 property 的机器是属于比较有趣的。所以这个领域其实我们实际上用材料的方式来讲，我们设计出了一种仿突触式的神经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目前这个领域未来的导向。那我们也很希望这个 paper 可以顺利的被接受，因为目前韩国跟中国跟日本都有大量比较顶尖的团队发现这个方向。那我们希望这篇 paper 接受之后，可以是台湾的第一个团队，算是投入突触式神经元记忆体的。那其实基本上很多的研究还是都跟 solar cell 有关啊。那我的本能还是去做高分子。那我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说，因为毕竟我是从太阳能电池切入这个角度。那太阳能电池基本上在过去这几年，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过这个领域。那它非常非常的红，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Silicon Solar Cell 其实已经用得非常好，但是现在整个人类走向一个所谓的软性电子的时代，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Soft Electronics，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所搭载的电子元件具有某种程度的可挠性。那目前看起来，所有的无机物都是具有高度结晶的，它没有办法弯折，它没有办法像我们人体一样这么能 Q。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诉求2种材料。第一种材料其实就是高分子，就是有机材料。基本上有机材料是被认为发展 soft electronic 的唯一解。但是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材料出现了，我相信有一些人大概听过，叫做 perovskite 钙钛矿材料。它基本上是一个无机跟有机的混合体。我们传统都认为这种无机的材料必须具有高度的结晶度，它才有办法。时间到，好，那就是具有它有刚好的物理性质。但是很神奇的，它几乎，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个钙钛矿材料大概会是 graphene 对材料界的人而言来讲最重要的明星材料。那我基本上就是在它做了一些元件，那整个元件基本上就像制作一个汉堡一样，我们有面包，我们有肉，我们有蔬菜，那怎么样去把它堆叠在一起？怎么样从结构设计的部分去把我们的电子跟电都很好的导引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基本上我因为是做到这个 project， 那所以我其实过去累积的这些经验，大概都是我2017年初回到台湾的，我大概就是跟我的团队做出的这些东西。那我们也成功的把我们的 COF 跟 MOF 用进去了。COF 跟 MOF 的概念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如果把一个 powder 溶在水里面，其实溶解度如果够好，非常好做，就是一个 solution process。但问题就在于它们是高度孔隙，而且是分子量非常大的材料。我们在加工处理上，我们的粉末没有办法完全溶在水里面，因此我们如何把它很好的铺陈在每个界面里面，其实我们花了蛮多的心力。那我们分别已经成功的把 MOF 跟 COF 搭载在第1层、第2层，那我们如何把它搭载在第3层，是一个 ongoing 的 project。那因为时间到了，我是想跟大家说，这个地方我们成功了，我们也成功了。那我希望接下来可以成功这个地方，那也希望可以真正达到沙克的目的。好，谢谢大家。